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到我们的到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谢谢观众朋友这几天帮我们大力的留言，并且呢，持续今天要记得的事情就是看到我们的影片，先按下赞。之外呢，还要帮我们在留言板特别按下热推这个关键字。如果没有看到热推，请帮我们写下热推2个字，并且呢，持续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想要跟我做留言互动的话，可以写下思敏，我人在哪一个城市，那我一定会亲自的帮你回复留言。昨天呢，其实有观众朋友有2位特别提醒我说，他已经在留言板写了2天，他人在哪一个城市，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他写的留言，所以今天特别把他留言念出来，他所在地。包括了纽西兰的这位奥克兰市的观众，跟在台南的观众，看到你们的留言了。也整理了一下，昨天有非常多的观众涌进来留言他人所在的位置，稍微念一下。台南之外，还包括了马来西亚新山、巴生、马六甲、槟城、吉隆坡、怡保，还有沙巴、香港、澳门、新加坡、台中、台北市、新北市、苗栗、高雄、永康、嘉义、印尼雅加达、加拿大的艾德蒙顿、温哥华、上海、法国巴黎、高雄，还有首尔、墨西哥、米兰、伦敦、意大利比萨、泰国、美国麻州、堪萨斯州、维州、洛杉矶、济南、越南、沙劳越、阿曼，还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柬埔寨、缅甸、吉林、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澳洲布里斯本、南非的开普敦、中国大陆的昆明、纽约、加拿大卡加利、挪威高棉、日本千叶、歌山跟智利。好，有非常多的留言都涌入了，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持续支持。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持续的在这个留言板留言，我会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现在要发生大事情了吗？另外一场战争吗？美军在紧要关头紧急撤侨哦，逃奔到第3国，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现在也在积极备战，亮出了他的飞弹，美伊同时进入战前节奏。今天赶快来做关心。今天早晨收到的最新消息，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美军启动了这个中东撤侨计划，可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动作。那也是被视为是一个启动历史级别的一个计划。现在全面的是动员包机之外，还有地面的运输系统，并且主动会协调帮助在当地的民众来订票转运到第3国，而且呢，所有的差旅费是全面都是豁免的，被视为是不是现在准备要进入战争了呢？同一时间，伊朗也把话说白了，他说全军已经进入到了100%备战状态，美国只要一出手，会立刻的全面做反击。而在美伊休兵之际，伊朗则是重新整理了他的战力，也积极的在备战。最新画面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民众这一次呢，特别聚集在了他们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上演的是国家动员的计划。那这一场游行叫做展现国家力量大游行，公开向美国展示了2个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大杀器，包括了卡德尔跟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飞弹。卡德尔的这个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射程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搭载多弹头，具有抗干扰的能力。关键是包括了伊朗自己都承认，在今年3月已经用这款飞弹攻击了美军的驱逐舰。另外一款来看到是霍拉姆沙赫尔4，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几乎包含了整个中东地区。他说，15分钟内是可以直捣以色列的，末端速度高达了14马赫，具备多目标的一个打击能力。那么伊朗还有其他的不对称战力，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革命卫队，它下面的这个蚊子舰队哦。蚊子舰队全面待命之外，还包括了它有它的这个用高速的快艇、无人机跟岸基飞弹，专门要打的就是这一些航母跟军舰。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他说速度的部分的快艇的速度甚至是可以飙到100节，大约达到185公里的进行饱和攻击。五角大厦更是做了一个评估，说他们认为呢，其实美方低估了这个伊朗它现在目前拥有的战力，包括其实它还拥有数千枚的飞弹跟无人机的库存，是可以直接威胁中东的美军跟盟友的基地的。另一方面，
荷姆兹海峡现在不是持续的被封锁吗？但是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其实得花至少6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在伊朗没有干扰之下，才可能完成在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扫雷动作。美国突然间启动的这个撤侨计划，真的是吓了大家一大跳，当然也同时影响了全球的股市，在今天早上有所发酵哦。难道是真的要准备备战了吗？另外就是看到伊朗的战力的部分，蚊子舰队还有各种的飞弹、无人机、岸基飞弹都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战力如何？双方会如何交火呢？厉将军怎么看？确实，美国启动这一次这个撤侨计划不排除这个美军会不会对伊朗又重启战事那为什么我这样研判呢？我觉得这次撤侨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伊朗又重新开放了这个空中，这个又重新开放空中，因为之前在打仗的那段时间伊朗它的空中是封锁的，所以很多的客机没办法从伊朗起飞，而那个时候在伊朗这个本土有很多美国的侨民，那是不是那时候他们跑不掉那现在来讲的话，伊朗认为说是在停战时间，他又解除空中的封锁，所以说这时候民航机可以飞的状况之下，那美国要赶快把它从伊朗地区的侨民撤出来。其实美军从中东地区撤侨，其实在开战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撤了。2月28号那时候，包括到这个除了海湾国家沙特，还有甚至于连埃及，那时候他都已经有在撤侨。但是很多的民众不认为说这个战争会打到他头上，所以说并没有很紧急。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他这次特别不一样的是，所有的这种费用、机票钱这个美军全部豁免，由国务院来出这个钱。那后面代表的含义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看到当然川普有讲说，这个时候停战的时间，他要停到伊朗自己内部提出一个这种这个温和派跟鹰派2派都提出一个他们都能够共同接受的和谈计划以后，他才要开始谈。所以他说这个停战的时间并没有时间表，什么时候他们谈出来，他们自己内部里面谈出来，我们再开始来谈。似乎好像这个停战时间会拖得很长。这个伊朗如果里面没有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美国就不谈了。那不谈是不是就继续停战？可是这个美军在这个同时他3艘航母继续向中东地区来做集结，除了说是福特号现在要重新回到红海。这个林肯号这个已经是在这个阿曼湾外海，另外布希号也正在赶向这个波斯湾的途中。除此之外，迪里波里号还有全斯号也都正赶向这个中东地区的路上那不免让我们会觉得说，川普有没有可能这个又重施故技？因为川普经常做这种事情他经常这个表面上面跟你讲一套，就像是开战那天2月26号，双方还在日内瓦谈出一个框架出来，就没想到2月28号就开打了，这个而且是用偷袭的方式，这个以色列打美国就跟着下场。那这次会不会又是这样？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兵不厌诈。那川普尤其是这种是根本就是这个毫无信用的人，他讲的话经常随意而讲，他每天今天想的怎么样，明天可能又改变了，包括他自己都没办法说服他自己。那到底这个停战会停多久？我们不敢这个去推测。可是如果说就美国军方的立场，他现在赶紧来做撤侨，是不是他们也做好说这个万一川普这个在停战甚至还没有结束之前，又要对伊朗发动攻击？那这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这个大概伊朗用它的我们看到所谓蚊子舰队啦或这些快艇持续封锁荷姆兹海峡。那包括到英国的一艘货轮也遭受到攻击。那美国会不会说我已经封锁你，你又封锁？那为了这个状况之下，他会不会持续开战？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就算是第2轮要重启谈判，我觉得谈判要谈出一个结果可能性也不大了不管是和这个浓缩铀的问题或者是开放核武的问题，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双方的所开出来的条件还是南辕北辙。那在这种状况下，川普会不会重施故技，又开始这个用军事施压、极力施压的手段来想要驱迫伊朗来屈服？
所以会不会再过2天或者是1-2个礼拜，美军呢将他自己的弹药又准备充足之后，他的航母舰队又到之后，又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这个我想这些都不能排除这些的可能性。好，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个军力上面是蓄势待发，是不是会准备要开战呢？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有很多种可能性，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有一些还是困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侨民，因为他们离不开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是因为他的经济的财务状况，他离不开，所以他们一直打电话给美国的国务院说，你今天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那你让我们被困在这个地方，那我现在的手头上不方便，我也没钱。那我没有办法去买那么昂贵的机票，我离开这个地方，那你们要帮我来处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他们也经过呈报以后，那决定由国家来负担，那就把这个中东地区所界定为紧急危险的地区，然后困在现在这里边的美国的侨民啊，还出不去的，那你跟美国的政府借钱的话，就不用还了。那也就是说，之前你先走的，那你就自己认了。有17000多人。17000多的美国的公民，之前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第一时间听到消息就走的人，那这些人是自己自费的。那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走的人，他们现在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负责他的问题。那对美国国务院来讲要怎么办？那所以他就宣布说，那你离开的话，我们可以给你钱，因为并不是美国的军机到这个地方来把人接走，不是美国的军舰到这个地方来把人接走，是你可以向美国政府借钱，但是这个钱你可以不用还，但是你还是要自己包机或者自己搭机，你离开这个地区，你到周边的国家，再从周边国家走。但是由于美国的国务院这次的公布的让大家觉得很不着边际的地方在于，他只宣布一个中东地区，可是你到底讲的是哪一个国家？因为事实上，也就是说，不管你沙特现在难道对外都不能航行了吗？没有啊。阿联酋难道都对外不能航行了吗？也没有啊。科威特都还有连外的通道啊。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不飞越这个伊朗的上空、领土上空的，因为伊朗是它所谓的关闭空域，是说你不能够飞过我领土的上空。可是周边的国家它还是有别的地方可以飞，有别的国际航线可以飞，它不用经过伊朗的领土上空。所以美国的国务院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因此大家要看的是你的具体的措施。不过它已经造成很多人的推敲，说是不是要局部性的地面战准备要开打了？大家就有这个一个压力了，就是说，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大家都回想起2月27号，当时美国宣布说要撤侨的时候，28号就开打了。对，所以大家就开始不免去判断说，那是不是准备要地面战了？所以你要赶快说公家来负担，你也赶快离开，因为避免地面战一旦开打以后，美国更多的侨民困在中东地区的受到伤害，那到时候这个账都要算到川普身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为了川普为了逼伊朗来谈判。那也就是说，我准备要开打了，我是真的要开打哦！你不要认为我不开打哦，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弱鸡，把我当成一个taco，我是真的要打了，所以我开始进行撤侨了。你看我钱都付了，那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好，各种可能性都存在。那当然了，不管怎么样，这个伊朗已经积极在备战了。刚刚我们特别讲了嘛，这个人民呢，他们聚集在德黑兰的广场。放出展示他们的这个卡德尔还有霍拉姆沙赫尔4的导弹之外，刚刚还有看到蚊子舰队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说呢，包括了这个伊朗的战力已经回归到战前的70%了。接下来真的吗？伊朗具备这些，比如说比较远程的打击能力呢？那美军它的基地还安全吗？那老师又怎么看？伊朗透过这次展示，它经过这样子的一个40多天跟美国相互的攻击摧毁了美国在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军事基地之后，进行到和谈期间，双方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上谈判桌。但这个时候呢，它展现它飞弹的数量跟种类跟特别刚才思敏介绍过的几款的飞弹。第一个当然是在对国内的人民的士气的鼓舞，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伊朗超过起码2万个以上的目标被攻击，
那包含军事，也包含民生，甚至一些桥梁。然后呢，超过2000多人死亡，以及数万人受伤，经济受困，然后货币不断的飙高，同时网络大概都还是停滞的，一直到这2天才开始国内的航班，伊朗国内的航班开始在恢复啊，所以是有一些恢复的状况，要鼓舞士气，而且当然要准备可能美国再发动攻击的回应。那当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它还真的有这么多飞弹吗？以色列老早在上个礼拜，以色列方面就公布，伊朗至少还有超过1000枚以上可以攻击到以色列的重型跟关键的飞弹。而在前天，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他的那个局长要到众议院的军事情报委员会去作证之前，先提供的书面资料里面就指出，他说，尽管伊朗的作战能力因前就提出书面报告下降，但是该国仍保有数千枚飞弹跟单向攻击的无人机，数千枚飞弹足以威胁美国和盟友在这个区域的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伊朗它拥有的飞弹，不敢说70%，但是要因应如果美国再发动一次类似的轰炸，它的回应，我觉得应该是够。但如果美国要进行地面或者是桥梁的攻击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打一场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它的飞弹的数目够不够啊？品质够不够？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等到真正战争发生才能得到的一个解答。不过美国看起来我觉得其实5月1号，因为总统发动战争60天，对，到5月1号就到期。他虽然可以再延长30天，但是呢，他必须要跟国会去做互动。现在国会虽然还是共和党是多数，但是也有许多共和党员不选的共和党员决定不支持他延长这个军队使用的期限。所以呢，我觉得5月1号之前可能会是个时间点，而5月1号之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高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哉问。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